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过了35岁啊，肾气会有一个快速的下滑期，在这个时候，很多男人啊会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上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其实说白了，就是功能啊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生猛了。我经常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把手拿出来，自己对照一下，你看手这么平着放。这个大拇指的位置是哪里呢？是你20岁的时候样子。你看这个头抬得多高，然后30岁、40岁、50岁、60岁，这个头啊慢慢的就低下来了。那如果说你在30岁的时候达到40岁的状态，40岁的时候达到50岁的状态，或者60岁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你不仅仅啊是肾气啊可能有些亏空，而且呢你自己平常也没有注重它的一个补充，它就会加速衰退。在一个黄金阶段，比如说我们50岁之前，都是可以有办法把它救上来的。但是有些朋友他自己平常不注意，平常还特别的挥洒自己的肾气，那么到后面你再想把它往上去拉，那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视频，咱们能让你少走很多的一个弯路。包括我们平常你自己观察一下，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说你这个头啊抬起来啊抬的不是像原来一样的？有的朋友，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头啊抬起来还是硬邦邦的，但是呢手一伸，发现自己平常的状态不好，哎，这个就没有问题，这个很容易啊就能把它提上来。那么如果说自己早上起来都没有什么反应的，然后平常啊在夫妻生活的时候，在行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整个状态非常的拉垮，那个时间又短，对吧？然后这个一会儿他就开始不行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要把它往上提了。那么无论是哪一种，今天咱们这个视频都能帮助到大家，无非是时间的快和慢。我会教大家一套方法，你去把肾气给提升。同时呢，这一套方法还和我们的呼吸相关。其实很多时候啊，有些朋友他并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时间短了。这种其实还相对而言比较好解决，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咱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个海绵的一个硬度啊，它自己不满意怎么办？在硬度不满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首先你要去让你的肾气提升，并且要去刺激你的睾酮分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因为长期久坐、运动缺少，特别是腿部的锻炼缺少，你的睾酮分泌在下降，身体里面的雌激素在上升，这就会导致了你的整个功能状态会下降。那么我们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的腿是一定要迈开来的，饮食上面是要注意补充的，像牡蛎这些东西，传统的这些饮食你都知道，我们就不多说，我们讲两个动作，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勾手指，道家有一个提肾气的动作，叫做固筋勾。小拇指把它勾在一起，在胸口握拳，就这样握拳。握完拳10秒钟以后，你记住啊，这个拳头要紧紧的握住，不要躺在床上这么摊着做啊。坐正，坐好，握住10秒钟。10秒钟以后，把你的小拇指不变，大拇指对在一起，然后手肘往上抬，手肘往上抬啊，就这么去做。做完了以后也是10秒钟，一共20秒钟，然后怎么样？手一松啊，记住这样10秒，这样10秒，这是为什么呢？你记住小拇指古人把它称之为筋勾，它和我们的肾气是有时间的关系的。肾气足的人，小拇指勾的紧。肾气如果不足，小拇指一勾就松，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小拇指日常多勾，一天可以做一个5次，早上、中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去做，这叫做固筋勾啊。做完以后，这条线会发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发热。然后呢，你再可以把小拇指这么做完以后勾一勾，哎，发现紧了。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动作每天3到5次，每次20秒钟就可以去做了。这是咱们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叫促睾酮，你的睾酮也得分泌对不对？睾酮怎么分泌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做一个动作，配合呼吸去练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家50下起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要先学会动骨盆就是你的骨盆要把它灵活自如。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骨盆如果僵了，这个骨盆如果一个人僵了，他的能力实打实的肯定是往下走的，你都不用看，肯定是在地板这个层面。你想让你的能力到天花板，你的骨盆就要灵活。
为什么？因为你的这里啊，我们的海绵它要充血，那么这个血的管道是从这里走的，你这个地方它如果堵了，它这个水流受到影响，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受到，对不对？你这个水就送不上去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记住啊，你把3个点记住合并在一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踮脚啊，然后腿向内夹，看到没有？踮脚腿向内夹。第2个是把骨盆从一个偏前倾的做成一个后倾，骨盆往上顶。第3个就是收小腹，然后配合吐气啊。你看啊，腿微微的弯曲，身子站直，你可以把双手抱着腹部，然后踮脚尖，腿向内，骨盆内收，吐气。做快一些就是这样。啊，配合这个呼吸去做，它可以很有效的提高你的这个爆发力，而且这个呼吸我们在后面反复会讲，可以把这个呼吸练好了，你就可以说是你能自由的掌控时间，一点都不夸张啊！你们记住这个动作做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是把腿微微的分开，然后踮脚的时候夹腿，这个腿啊，你看要向内夹，夹住了以后，把我们的骨盆内收。小腹收紧，然后整个人吐气，一气呵成啊！你看，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让我们什么底下啊脚底这个小腿第2个心脏发力，把我们的血往上泵。同时呢，我们在做一个内夹上提的时候，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刺激我们的睾酮，而且这个还能帮助你锻炼技巧。一个动作多种收益，非常棒的一个动作，每天50下起步啊，每天都要去练。动作讲完了，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应该就已经有所收获了。但是有很多朋友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长短。有的朋友啊，他的时间短，那时间不长，可能就1分钟，可能啊就2分钟，这样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只要记住你的硬度只要是够的啊，它这个气质性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时间长短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呼吸去调节。我给大家讲一个原理啊，这个时间长短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你的短？其实讲白了，就是因为你的敏感度在比别人要强。别人他没有那么敏感，就是那么一下。你如果说比较敏感，你会发现一下子啊，你又感觉啊受到了刺激，一下子啊受不了了。所以呢，才会导致时间变短。那么怎么样去减少敏感度呢？这里的话，有些朋友啊说，我用一些涂抹的，我用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其实只是从表面去做，我们从根本上面去减少。怎么去减少？你记住，我们但凡是传出来的信号，都要通过哪里？都要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你无论是哪边的疼痛，或者有一些快感的信号，都是要传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的。但是你会发现啊，信号的传递它是有一个bug 的。什么叫 bug 呢？通道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一个通道。但是呢，你的如果说快感的信号和酸疼的信号同时进入到里面，它这个酸疼的信号就会挤占一部分快感的信号。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快感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从根本上面去把你的快感的信号给降低了。什么意思？打个比方，你今天出门，嘣一下撞了头了，头疼。但是你头疼的话呢，你为什么会跺脚呢？你会发现你头疼的时候咬着牙搓一搓或者搓一搓烂，头就没那么疼了。为什么？因为同样是大量的疼痛信号涌入，一边是头疼的，一边是身体的摩擦的触觉的信号，两边聚集在一起，它就减少了一部分的疼痛信号啊，头疼的信号就没那么强烈了。同样的，你这边有快感很强烈的信号，那么另一边我们只要专注于我们的发力，比如说腹部发力，比如说我们的臀部发力，产生了一定的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肌肉发力的酸胀感，那么它就能挤占到你一部分的这种快感的信号。再加上我们配合呼吸啊，在呼吸的时候吐出气，吐气的时候发力，又能够把我们的快感信号进一步的大大的削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那么敏感了。讲到这里都是在讲原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呼吸呢？你会发现你去干活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注重呼吸的，就哼哧哼哧的就这么去做。
但是呼吸是有讲究的。你看打拳的人，如果你的呼吸乱了，你的拳就乱了，很容易岔着气。跑步的人也讲究呼吸，特别跑得越久，这个呼吸就越重要。你看跑马拉松的都讲究呼吸。那么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自己男同志的运动怎么去讲究呼吸呢？一般来说的话，你记住发力的时候吐气，配合在一起吐气，用嘴巴一口气进去，用嘴巴。我们刚刚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起身的时候，你看吐气，起身的时候吐气。你在练习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养成这个习惯了。你后面每一次往里面送的时候都吐气，吐完气以后，有的朋友会说，老师你这个方法不行啊，我频率比较快，是不是？那我去吐气的话，可能就不太好。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就要去再尝试一下拳击手的吐气方法怎么吐气呢？这样吐气，快速的小口短吐你尝试练习一下这样的吐气方法，然后和动作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这就是吐气的方法。有了吐气方法以后，我们还要练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骨盆。刚刚去练的那个动作，它有一个前后倾，发现没有？你去练那个前后倾的动作，骨盆往前去倾往前去顶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肚子往前去送，不要用肚子，用哪里？用你的骨盆往前往后的时候就是往前送，骨盆后倾往前送，然后骨盆前，骨盆后倾往前送就这么去做。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大家注意看就是这个动作，我们把腹部收紧，收紧了以后，你看骨盆要来回的前后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记住吐气的时候，骨盆做一个后倾。平常在家练习，如果不想这么大声，就慢慢的用鼻子发力也行。用鼻子发力你自己去慢慢练习，可以把你的声音隐蔽的很好，就不会发出来然后呢，你记住，如果快的话，就是用你的臀部进行前后的一个运动，这个是后倾，这个是前倾。你不要用你的肚子去纵，用你的骨盆。为什么？骨盆在前后倾的时候，哪里在发力？你的肌肉在发力肌肉发力的话，它就会产生这种酸酸的感觉，就会占用我们讲的信号通道。所以呢，把这个方法学会，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复杂，不用去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咱们这些方法都是实打实的方法都是实战出来的方法，所以呢，分享给大家。其实呢，这个方法在以前也是有记载的，只不过我们用一种更科学的方法给大家讲明白、讲清楚你看，先从肾气，再从睾酮锻炼，最后从科学的姿势，3个角度入手帮助你。你只要是坚持练习，就能够见到成果。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呢你感觉记不住的，你把视频悄悄的把它收藏下来，没事的时候你把这个精华的动作部分、讲解部分你看一看，跟着去练。然后呢，也可以转发给自己的好兄弟然后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所有男同志胸前呢都有一个 Y 字形的一个筋。这个筋它会随着你年龄的一个变大，它会变得越来越紧，而它一旦变紧了以后你就会发生以下这些事比如第一个呢，驼背；第二个呢，圆肩肩膀往前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胸口感觉心肺功能明显的下降，气吸不到底，运动能力水平和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在一条线上面；第四个经常可能会生一些气，容易发火脾气变大。这根 Y 字的筋它就在我们的胸前，而且这个动作也只有我们男同志可以做。为什么呢？因为男女它生理结构不一样，所以呢男同志才能做这个动作，而且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 Y 字筋怎么去把它松开来，而且你松完之后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我们首先把大拇指伸好，然后把这个大拇指这样放在我们的肩膀头。然后另一只手呢，去环抱着我们的脖子，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我们把大拇指展开，4个手指放在腋下。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大拇指往里面去顶，然后去画圈
啊，去画圈。你找一个点，这个大拇指啊，在这么一小块地方微微移动啊，每一个点啊，你移动一下，你会找到一个特别酸、特别胀的点啊。那么找到这个点以后呢，啊，我们就在这个点上面啊去画圈，去画一个啊20下到30下左右。好，这个呢是先把这个头啊给松开来，松开来以后呢，大家看，注意，我们就沿着我们的锁骨这个大拇指啊，就来回，你看。在这个锁骨的下沿，这是我们的锁骨段。我们在这个锁骨的下沿啊，你看来回的去进行一个搓动，一直搓到中间啊，就这样一条线下来啊。大家看啊，为什么要把手这样呢？而且胸口要挺起来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胸大肌啊给它给撇开来啊，让我们更好的能触及到一个深层啊。你看就这样来回的1、2、3啊，从上到下。啊，做了3个啊，从上到下做3次，1、2、3次做完以后，你看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对吧？这个胸骨这边，那我们怎么做呢？往外推，看1，你看这个上面像一个台阶一样的，就每一个肋骨你往下摸，你能摸到啊，像个台阶一样的啊，往外推，你摸到一个硬硬的小骨头，你就往下推一下，再往下啊，来回的波动啊。慢慢的往下，你们一定要找到手下有这种感觉，慢慢的推下来啊，每个台阶推一下，像下台阶一样啊，就这样啊。我们再来1、2、3，找到酸疼啊酸胀的点，你就给它在这儿多画几下啊，再做3下。好，那这边的 Y 字形我们就给它彻底的松开来了。那么做完一边，另一边不急着做，为什么呢？我要让你有一个对比。有了这个对比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动作有多好。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肩膀往后移，去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看一下胸口啊，做的和不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刚才才做多长时间，也就总共1分多钟，对吧？你会发现整个这半边全部放松下来啊。这个时候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来讲有帮助，我们再把另一侧做完，大拇指啊对着我们的肩头，手环绕我们的脖子按下去，先画圈。啊，先画圈，啊，画一个20下到30下，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没有关系。然后顺着我们的锁骨看，来回的从上到下啊，这个我就简单做快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舒服这个感觉啊。然后做这里像下台阶一样，看往外推，下台阶，慢慢的下去，啊，非常的舒服啊。再来下台阶，啊。你当两边做成一样的时候啊，你再活动一下啊，发现全部放松了，非常的好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平常呢也不用做多啊，一周啊做个2到3次啊就可以了。我是大伟啊，大家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对你有帮助，长按视频下方的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霸气的赞。那么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关注一波，每天都会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男同志啊，关心自己的睾酮激素啊分泌够不够。那咱们今天啊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睾酮素。其实睾酮素呢，也就要被称之为啊雄性激素啊，就是说它这个激素分泌啊是我们男性啊分泌的更多，女性也有，但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呢，它能建立起啊我们男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力气比女同志要大，我们的嗓音比女同志要粗啊，我们的身体的块头啊也明显啊，包括身高也比女同志啊要稍微啊粗犷一些，这些啊都是我们雄性激素啊建立起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再讲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啊，这个随着年纪的越大啊，我们的发育啊，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激素水平啊也会持续的上升啊，它持续的走一个上坡路。大家看，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然后在某一个阶段达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所以大家会注意到，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激素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或者呢爆发式的跌落的时候，人体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小孩对吧，15、16岁了以后啊，开始变嗓音的时候啊，他就脸上就开始冒青春痘啊，痘痘啊一颗接一颗往外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身体里面的激素水平啊达到一个状态，而且同时啊孩子还容易拥有这个叛逆期，它和我们的激素水平分泌啊它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再看很多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女性有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
当我们达到一个，比如说在一个睾酮素快速下滑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的睾酮素分泌不足的时候，那我们会陷入一个焦虑、难受这个思想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动不动喜欢发火，甚至睡眠上面也会有影响。这也是和我们的睾酮激素分泌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很多朋友细心就发现了，我们在持续下滑的时候，这个阶段一般来说就是在一个30岁左右，它会进入一个自然我们睾酮激素会下滑，每年呢会下滑1%到2%左右那么在一个平和期呢，就是说我们的睾酮激素它既没有一个增长，也没有一个下滑，那大约它这个年纪就在一个17、18岁到一个30岁左右这个区间，每个人不同所以呢，我们大致就分为你看增长期然后这个平和期，然后还有一个下滑期。所以呢，我们今天重要的讲的是一个下滑的阶段这个图呢，就是充分的给大家了解了，当我们进入到30岁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注重我们自身的一个激素分泌了。那很多朋友会去问就是说我怎么去察觉我自己的睾酮素足不足呢？其实我们先讲一下，当你感觉你的雄性激素你的睾酮素下降了以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自己精力不够用了，明显的这个力气下降了，身体的肌肉程度变得非常的薄。年轻的时候身体很饱满，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不但这个腰背驼了，肌肉还变小了，而且脂肪是比原来一层又一层的堆多所以这个有这些迹象特别是情绪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很容易发火的，都可能和睾酮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睾酮素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这里就推荐给大家经常的去做运动。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去干预我们睾酮素衰落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对抗的方法。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很多人经常在公园里面走路就会看到一些大爷，他们的年纪呢可能50岁，可能60岁，但是盖不住身上还是有结实饱满的肌肉。如果不看脸的话，单纯看肌肉，把脸给挡住，对吧？你会发现他的身体的肌肉水平大概可能只有一个25岁到30岁左右，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呢？身体能那么饱满呢？就是因为他们常年的运动，把睾酮素一直拉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如果说你25岁左右就开始天天久坐天天反正也熬夜或者也干嘛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下滑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呢，这里呢就推荐大家每天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一些运动。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咱们建议的运动呢，就是去多做一做腿部的运动。比方说您爬山爬山它是一个腿部的运动不仅仅能让我们的心肺能力变好，同时呢，在腿部大量的这持续性的运动下，它对于我们睾酮激素的分泌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深蹲。深蹲呢，咱们视频里面之前讲过，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素。第三个就是这个腿部进行一个上下的跳跃比如蹲下来往上跳，蹲下来往上跳。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运动基础。如果没有运动基础，我建议的就是一个爬山，一个跑步，或者没事你就爬楼这里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激素的。其实运动的种类非常多，但是关键您得找到一个适合你年龄这样的一个运动。50岁以上的人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主要是集中在腿部那么如果说您是在一个35岁到40岁或者45岁左右这个年纪呢，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从事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剧烈性的运动，这种问题呢都不大。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年龄去选择一些运动，每天保证住20分钟。这样的话呢，不仅对于我们的心肺对于我们的体质能带来帮助，对于我们的睾酮素分泌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除了运动以外呢，其实我们的睡眠也非常重要。睡眠是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精力修复我们的身体。睡眠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吃的话，现在家家都不差，我们不放作重点就是说吃、练、睡这3个，只要掌握好了以后经常的去运动，经常活动，那么你的睾酮素水平自然会慢慢的回到一个正轨上面而且对于年轻的人，如果说有一些因为没有运动，他睾酮素下来了，但是通过一些运动以后，他又能快速的回去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神奇之处。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